中美气球之争只是表面创伤，却暴露了美国内心的恐惧症。这个病可不好治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中美气球之争事件正在落下帷幕，但是对中国的警示却非常深远。虽然拜登声称中美关系并未削弱，并补充说中国理解其立场，但是一个不可控的民用气球在美国所引发的神经过敏反应，也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的政治现实。用新加坡原外长杨荣文的话说，美国的忧虑情绪和情绪化的反应可能会成为其政治的一部分，并影响外交政策。美国的政客整体上对中国有些歇斯底里，他们的内心是恐惧的。那么，中美关系有可能因为气球事件而出现大的滑坡吗？其实也不大可能。从美军最近不断打球的情况来看，似乎在强调这类情况比较多，甚至不少气球还是自己的，有意降低中国气球威胁的论点。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深度融合，目前的美国根本就离不开中国，于是他们就会想办法维系中美关系的护栏。气球事件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中美关系表面的创伤，需要时间才能愈合。中国虽然拒绝与美方面谈，但在气球事件中还是与美方进行过沟通，说明了这只失控的气球是用于气象探测的飞艇。可见两国基于稳定双边关系的努力未发生改变。实际上，当前真正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并非气球事件，而是有关中美经济脱钩和开展芯片战争的言论。不过，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两国的双边贸易仍在继续增长。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报告，随着中国增加大豆等农产品的进口，中美货物进出口额在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6906亿美元。2018年，中美进出口额的历史最高点为6590亿美元。这也证明中美之间除了高科技行业以外，贸易规模在许多方面基本上保持不变。之所以说美国离不开中国，是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超级大国，能以极低的成本生产很多其他国家做不了的东西。拜登想在对自己有利的领域与中国竞争，而在需要中国的领域则与中国进行合作。这一点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计划访华，中国方面也表示了欢迎。这进一步说明两国政府在继续创造沟通合作的氛围。虽然中美经历了一次创伤，但终将能被时间治愈。不过这次的气球事件也让美国人对中国的恐惧被彻底曝光了。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：这个病有办法治吗？说实话，因不可抗力而导致了一只失控气球进入美国领空的事件，对美国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。虽然受大气环流的影响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但过去报道的比较少。美国是一个已经维持了上百年霸权的国家，而且其本土很少受到过威胁。现在由于气球事件，他们突然发现需要面对中国这样的有实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，于是呢，就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。对于美国政客而言，不能在强调中国威胁论的时候站错队，否则会被选民抛弃的。美国议会有关中国气球的表决案出现419-0的结果，就证明了这一点。从中国的角度看，也有办法帮助美国人治这样的病。具体的方式有两种：短期内对美国气球进入中国领空事件进行实时通报，该击落时就击落，有来有往，给美国人一定的对等感和虚荣感。从长期的角度看，还是要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方面超越美国，在中美军事科技竞争领域打败美军，让美国人慢慢适应中国的强大。当中国的国力成为世界第一时，中国的气球对美国的访问就是和平使者以及不可抗力，美国的民众也就能慢慢的接受这样的现实了。所以虽然气球事件已经结束，但留给中国人反思的地方还很多。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中美都很重要，
但是让美国人接受中国的强大，避免过于情绪化的看待中国，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种基于追求全球霸权和绝对安全所带来的焦虑，还真的不好治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